歡迎來到知定講堂的啟蒙論壇，我是余茂春。當傳說成為事實時，就把傳說印出來吧。這是西方經典電影《雙虎屠龍》中的一句經典台詞。這句話令人印象深刻，但它並不是一種處世建議。然而，每當談到習近平時，許多西方評論家似乎正是這麼做的。我們被告知，習近平在國內廣受尊敬，是一位強大且具遠見的戰略家，不僅掌握權力，更贏得敬仰。這是一個簡潔且令人安心的敘事，但如果仔細觀察，就會發現這更像是傳說而不是事實。誠然，習近平確實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，但如果說他贏得了尊敬，則未必如此。另一個貼切的比喻是來自一部政治諷刺電影《無为而治》中的前司加德纳。劇中他其實只是個頭腦簡單的人，卻被誤認為深具哲思。他那些含糊且陳腐的言論被精英階層解讀為深奧的智慧。這種幻象之所以能持續，是因為人們預期能看到深度，於是便真的看見了深度。這個比擬並不完全貼切，但他點出了一個關鍵。所謂習近平備受尊敬的說法，往往是被一再宣稱，卻少有具體證明。在中國內部對習近平的批評必須拐彎抹角，而在中國之外，現實則更容易被直白地說出來。習近平也許是自毛澤東以來最受私下怨恨與厭惡的中國領導人。在中國龐大的網民流行用語中，人們常以隱晦方式嘲笑他，把他描繪成一個沉迷虛榮與權力的小丑。小熊維尼事件正好說明了這種現象。中國網民用這個卡通角色作為諷刺，以間接的方式嘲笑習近平，結果國家機器便系統性的刪除相關內容。這種反應說明了一切。一個對自身領導人真正有信心的體制，不需要去審查一個卡通角色。若一個體制非得這麼做，反而暴露出另一種敏感與不安。儘管審查無所不在，諷刺依舊存在，只是藏身於文字、遊戲、演繹以及稍縱即逝的網絡評論之中。他們出現與消失速度幾乎和審查員動作一樣快。這並不是一個正常社會在表達敬佩時會出現的樣貌，它反而讓人聯想到蘇聯時代，意見透過笑話與戲謔表達，雖然受限制，卻始終存在，並在表象之下不斷累積。當我們檢視習近平的執政記錄時，這股底層暗流會變得更加清晰。以雄安新區為例，這是習近平的標誌性工程之一。那是一座位於北京郊外沼澤地帶的樣板新城，它被宣傳為未來之城，耗資數百億美元。然而多年過去，這座城市依然空蕩，難以吸引居民，也欠缺真正的經濟活力。當初被包裝成高瞻遠矚的計劃，如今越來越像一個由國家主導的虛榮工程。在中國，它被譏為鬼城，象徵着習近平的虛榮與荒唐，而非實用建設。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，已經使它成為一個安靜卻尖銳的全國性笑柄，每天都在數以百萬計的網絡貼文與隱晦挑釁的調侃中被反覆提起。接着是動態清零政策，這或許是習近平任內影響最深遠也最具自我毀滅性的決策。出於對黨絕對控制的僵化堅持，這項政策實施了大規模封城，擾亂民眾日常生活，也造成沉重的經濟代價。整個城市被封閉，供應鏈斷裂，公眾憤怒情緒高漲。最終，這場反彈演變成白紙運動，這是一場罕見的全國性抗議。民眾手持白紙，象徵言論遭到審查。這場運動雖然短暫，卻意義重大，因為它是公眾憤怒的直接表達，並迫使政策發生了突然且混亂的逆轉。這一段插曲在民間語境中暴露了習近平的反派本質，也暴露了他的脆弱，顯示他直到壓力變得無法承受時，才展現出調整方針的無能。
習近平更廣泛的治理方式也帶來了同樣鮮明的經濟後果。中國曾經充滿活力的成長模式，在意識形態控制日益收緊之下明顯放緩。房地產產業長期作為中國的經濟支柱，如今卻已衰落。許多大型開發商因債務問題紛紛倒下，地方政府融資體系捉襟見肘，青年失業率飆升至令人不安的水平，而官方數據卻越來越不透明。與此同時，消費者信心崩跌，資本以驚人的速度外流，專業人才出走的情況也日益加劇，越來越多人選擇到海外尋求機會。這些都不是一位能激發信心或尊敬的最高領導人所具備的真相。相反的，他們反映的是不確定感與幻想破滅。即便在政治體制內部，習近平對清洗的依賴也進一步凸顯了這個問題。反腐運動與內部整肅已導致數十萬官員被撤換。雖然這些行動被包裝為整頓紀律，但這種帶有史達林式色彩的清洗並不能培養忠誠，反而培養了恐懼。一個必須不斷鏟除對手的領導人，並不能證明自己擁有穩固而自信的權威。綜合來看，這些現象講述了一個一致的故事：宏大計劃難以兌現，政策運動用力過猛，最終崩潰。在更嚴密的控制下，經濟活力逐步流失，政治穩定靠的不是人民認可，而是透過脅迫。這並不是在否認習近平擁有權力，他的地位確實穩固，權力集中程度也是數十年來所罕見的。然而，權力與尊敬並非同一回事，權力可以被強制執行，尊敬則必須靠自己贏得。這也正是為什麼所謂習近平備受尊敬的說法，如今聽起來越來越不像觀察，反而更像某種心理投射。這種說法反映了一種預設，彷彿中央集權就等於能力，執政時間長就等於正當性，但潛在的現實其實更複雜，也遠沒有那麼體面。就像西部片中的傳說，或無為而治中圍繞着前司加德納的幻象。這套敘事之所以持續存在，是因為它很方便，它把一個複雜而令人不安的事實簡化了。一個領導人可以權力龐大卻廣受怨恨，可以居於支配地位卻缺乏安全感，可以要求服從卻贏不到敬佩與尊重。當再次重複這個傳說之前，也許值得先問一個簡單的問題：我們所看到的究竟是真正的尊敬，還是只是被強迫模仿出來的尊敬？歷史終究會回答這類問題，而當答案揭曉時，他橫手站在傳說那一邊。